2024年12月2日，南韓兩大電信巨頭背後的晶片資源悄悄完成了一場歷史性的合併。Rebellions 正式吸收了 SK Telecom 旗下的 Sabian， 誕生了南韓第一家 AI 晶片獨角獸。但你以為這只是一場普通的新創聯姻嗎？完全錯了。這是一個國家正在集結它所有的半導體資源，準備對 NVIDIA 發動有組織的全面挑戰。今天，我們不只談一家公司，我們要為大家完整解密這張韓國晶片聯防的底層戰略圖。歡迎來到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這裡是帶您透視全球地緣與科技角力的 AI 降臨。如果我們回顧 AI 晶片的戰局， NVIDIA 就像是這座帝國裡無可撼動的霸主。沒有人想在正面戰場跟 NVIDIA 拼資本、拼生態。但是，這座帝國並非完美無缺，它的產品很昂貴，而且極其耗電。就在這道裂縫中，韓國的半導體產業看到了一個足以彎道超車的百年機遇。在正式拆解今天的核心事件之前，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回顧一下這幅韓國 AI 晶片拼圖的前兩塊碎片。如果您是 GSN 的老觀眾，一定記得我們的 EP02 和 EP04。在 EP02 中，我們探討了 Rebellions 這家公司的起點。他們靠着 Atom 晶片，在極端追求能效比的推論市場殺出了一條血路。當時他們背後最關鍵的支持者是南韓電信巨頭 KT 以及三星電子的晶圓代工廠。而在 EP04 中，我們拆解了另一家明星新創 Furious AI。他們的創辦人君培敏銳地意識到 ，AI 計算中真正的瓶頸根本不是算力，而是資料移動的成本。於是他們獨創了 RNGD 晶片與 TCB 架構，並拉攏了 LG 集團與資料中心業者成為合作夥伴。看到了嗎？ Rebellions 背後是 KT 和三星 ，Furious AI 背後是 LG。當你把這幾家新創放在一起，你會發現，這從來都不只是一群矽谷風格的天才工程師在車庫創業，這是南韓的財閥巨頭們正在以新創為白手套，針對 NVIDIA 帝國的各個弱門進行刺探與布局。而今天，我們要拼上這張拼圖的第三塊，也就是這系列的最進化篇章。我們要談論那場震驚業界的合併案如何讓韓國出現第一支 AI 晶片獨角獸。我們要看見在雲端之外被忽視的邊緣 AI 戰場 DeepX， 以及最終韓國政府如何默默地將這一切編織成一張國家級的半導體聯防防護網。時間回到2024年6月，業界傳出一個極具震撼力的消息 ，Rebellions 正在與 Sabian 談判合併。這項交易最終在2024年12月2日正式敲定。合併後的新實體保留了 Rebellions 這個名字，成為南韓第一家估值超越10億美元的 AI 晶片獨角獸。為什麼這場交易如此重要？我們必須先了解 Sabian 的身世。Sabian 從來都不是一家草根新創，它其實是由南韓最大的電信營運商 SK Telecom（SKT） 內部獨立出來的 AI 晶片部門。SKT 原本的算盤打得很精。在 5G 和未來的 6G 時代，電信營運商的機房將會全面 AI 化。與其一直跟 NVIDIA 買那些貴得嚇人、電費更驚人的 GPU， 不如自己研發一套高度省電的專用推論晶片，也就是 Sabian。SK 集團甚至拉來了自家的記憶體霸主 SK hynix， 以及全球投資部門 SK Square 共同為 Sabian 注資。可以說 ，Sabian 出生時嘴裡含着的不是金湯匙，而是一整座半導體供應鏈。然而，現實是殘酷的。要研發頂尖的晶片，除了錢與供應鏈，還需要最頂尖的 IC 設計人才，以及更靈活的商業迭代速度。這恰恰是大企業內部子公司的弱點。另一方面，正在快速崛起的 Rebellions 雖然人才濟濟，設計出的模型跑分甚至超越了國際大廠，但他們受限於新創的體量，無法保證長期的資金活水。而且更尷尬的是，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Rebellions 背後的大金主是 KT， 韓國電信。沒錯，南韓電信市場的死對頭，第一名的 SKT 和第二名的 KT， 他們各自扶植了一家 AI 晶片公司，正在相互廝殺。當全球的競爭對手如 Cerebras、
Groq 拿到數以億計的美元融資，當 NVIDIA 的市值直接衝破3兆美元時，韓國人意識到一件事：如果他們還在國內搞內耗，最後絕對會被太平洋對岸的巨頭們徹底碾碎。於是，一場罕見的國家級戰略妥協發生了。在這場歷史性的合併中， SK Telecom 和 KT 放下了常年的恩怨。Sapien 被併入 Rebellions， 這意味着新誕生的 Rebellions 不僅擁有了原本 KT 的奧援，現在更直接接管了 SK 集團那深不見底的資源，包括全球最強的 HBM 高頻寬記憶體供應商 SK hynix。這次合併後的領導班底展現了極高的戰略企圖心。新公司由 Rebellions 的創辦人朴成炫 Sung Hyun Park 擔任 CEO。這位曾拿過麻省理工學院 N 實驗室博士學位，曾在 Intel、SpaceX 還有摩根士丹利工作過的頂級精英，將負責帶領這支聯合艦隊對抗 NVIDIA。在產品路線圖上，新生的 Rebellions 野心勃勃。他們即將推出的下一代護城河產品，代號為 Rebel RBL NCR13。這款晶片直接瞄準了目前最火熱的大型語言模型 LLMs 與多模態模型推論市場。在製造端，它大舉採用了三星的4奈米、Samsung 4nm 先進製程，而且在設計架構上 ，Rebel 不僅採用了最新的 Scalable Chiplet 模組化架構，更令人驚豔的是，它將直接搭載高達144GB 的最頂規 HBM31 記憶體，並預計在2025年下半年展開大規模出貨。這種硬體戰力，擺明了就是要直接衝擊資料中心層級的高端市場。各位，這場合併案背後最可怕的戰略意義在於 HBM 優先供應權。在當前全世界連 NVIDIA 都要捧着現金在全球搶 HBM 產能的時代， Rebellions 作為 SK 集團名正言順的親兒子，在 SK hynix 的產能排隊上具備了天然的最高優先級。這意味着當對手還在為記憶體鍛鍊苦惱時， Rebellions 的軍火庫已經堆滿了最先進的彈藥。但最有趣也最具有地緣政治指標意義的是合併後 Rebellions 的投資人名單。除了一整排的韓國財閥，我們看到了一個極度突兀卻又異常合理的名字 WF Ventures。這是什麼機構？這是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 旗下的旗艦創投部門。沒錯，沙烏地阿拉伯的資金不僅進入了這家韓國新創，而且將會是他們邁向國際化的巨大跳板。合併完成的新聞稿中， Rebellions 毫不掩飾他們的全球野心，直接點名未來的3大海外主力戰場：美國、日本以及中東的沙烏地阿拉伯。把這個名字記下來，在接下來的地緣賽局系列節目中，我們將完整剝開中東 AI 戰略的真實面紗。如果你以為韓國晶片聯隊的野心只在雲端伺服器機房裡，那就大錯特錯了。當 Rebellions 和 Furious AI 在資料中心市場拼搏時，還有一個更加隱秘、數量級更加龐大的戰場正在默默集結，這就是邊緣 AI（Edge AI）。在這個領域，我們必須認識另一個關鍵推手 DeepX。什麼是邊緣 AI？ 簡單來說，就是雲端的反義詞。想象一下未來的世界，如果每一台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自駕車，每一台在工廠裡負責精密加工的機器人手臂，每一架在空中巡視的無人機，甚至是每一台守護你家門口的智慧監視器，他們要判斷危險的那個生殺大權，都必須先把影像傳到幾千公里外的 AWS 或 Azure 雲端機房，等雲端的大型 GPU 運算完，再把指令傳回來。這合理嗎？絕對不合理。先不提網絡訊號如果斷線怎麼辦，光是資料傳輸的延遲那幾十毫秒，在高速公路上就意味着生死之分。更重要的是功耗。NVIDIA 那些動不動就吃掉700瓦甚至是1200瓦電力的怪獸級 GPU， 根本不可能塞進一台小小的無人機或家用設備裡。AI 必須落地。AI 必須學會在沒有網絡的環境下，在一顆電池的供應下獨立思考。這就是邊緣端 NPU， 也就是神經網絡處理晶片的專屬戰場。這也是 DeepX 創立的初衷。DeepX 成立於2018年，總部位於首爾。
他們的創辦團隊同樣是出身在 Apple 等巨頭的各路好手。他們的核心命題非常清晰，要如何用一片幾瓦特，甚至不到1瓦特的極低功耗晶片，跑出過去要在數百瓦 GPU 上才能跑動的深度學習推論模型。他們交出的代表作是 DXME 以及一系列為不同終端場景量身定制的 NPU 晶片家族。為了實現極限的能效比， DeepX 從軟硬體底層進行了革命。他們發明了名為 IQ8 的獨家演算法技術。在 AI 技術圈裡，我們知道為了省電，模型通常會從高精度的浮點數 FP32、FP16 被壓縮，也就是量化成8位元的整數 int8。但傳統的壓縮技術會讓 AI 變笨，辨識率下降。DeepX 透過特制的編譯器與 NPU 架構硬體優化，號稱能讓模型即使被壓縮到極小的極限，依然維持着幾乎毫不妥協的原始精準度。對於造車大廠與製造業者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拒絕的誘惑。同樣精準的視覺辨識效果，但我不需要再花費數萬元買昂貴的運算板，也不用擔心機器過熱。現在，讓我們把 DeepX 加入這張更大的地圖中。你可能會問， DeepX 的背後又是誰？答案是南韓汽車霸主現代汽車集團 Hyundai Motor Group。現代汽車不僅僅是投資人，他們已經計劃在2026年的新款自駕車平台中全面導入 DeepX 的 NPU。DeepX 的晶片實質上已經成為韓國這波汽車與製造業出海的硬體心臟。到這裡，你應該已經看出一種隱隱約約的必然性了。當我們把這韓國 AI 三部曲的所有主角攤在桌面上，一幅國家級的戰略藍圖就徹底浮現了。我們來盤點一下這3個精準的烙字。Rebellions 主攻高階資料中心推論與大型語言模型領域，背後金主與資源提供方是 KT、SK Telecom 以及 SK Hynix。這解決了韓國最高端與雲端通訊算力的問題。Furious AI 主攻資料移動效率與通用伺服器推論，背後戰略綁定的是 LG AI Research 以及 Naver 這樣的本土平台巨頭。這解決了韓國本土大型企業的 AI 轉換成本問題。DeepX 主攻邊緣運算與物聯網斜線汽車應用，背後的生態鏈接到了現代汽車與韓國龐大的重工業、機器人產業體系。這解決了韓國製造業出海的硬體心臟問題。這絕非巧合。在韓國政府持續推動的大半導體藍圖 K-Semiconductor Belt 大傘下，韓國政府更在2025年底正式啟動了名為 KNVD 的國家級計劃，旨在傾全國之力，扶植出能與 NVIDIA 正面抗衡的本土冠軍企業。而剛剛提到的 Rebellions 正是該計劃選定的首家戰略投資對象。這根本就是一套密不透風的算力抗壓防護網。韓國這個國家的性格，深刻地反映在他們的產業布局上。經歷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痛，他們比誰都清楚依賴單一外國巨頭的風險。如果在 AI 的下一個10年，不止軟體要依賴 OpenAI， 連底層硬體的定價權和出貨量都要完全看 NVIDIA 霸主的面子，這對以製造業立國且擁有三星這種晶片製造巨頭的韓國來說，等同於將整個國家的數位大動脈雙手奉送給了別人。因此，他們用盡舉國之力，不僅是政府補助，更用盡財閥之間妥協合併的外交手腕，硬生生在 NVIDIA 的版圖周圍架起了一套由地主國掌控的防禦性生態。他們或許在短期內無法超越 NVIDIA 的 Hopper 或 Blackwell 叢集，甚至在訓練端也無法取代 GPU 的地位，但他們已經成功地在推理與邊緣落地的各個節點上釘入了屬於自己的釘子。今天的節目到了尾聲。當我們回溯這場從 Rebellions、Furious AI 到 DeepX 的晶片大觀園時，我們學到了什麼？當一個國家開始在每一個不同的算力層級上都安排布置了屬於自己的棋子時，你看到的就再也不是單純的商業競爭，而是地緣政治板塊碰撞的下一個實體戰場。不管是 SK、KT 的妥協，或者是來自中東沙烏地石油美元的重金押注，這群挑戰者聯盟正在告訴我們，算力不僅是運作企業的電力，
算力更是下一代地緣博弈的核武器。這裡是 Global Strategy Navigator 全球戰略情報站，我們會持續為您剝開表象，透視科技與地緣背後的每一絲暗流。這集的 AI 降臨就到這邊，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我們下集見。